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程以老搭档再合体，第11次同框，粉发造型引全网期待。粉发颖宝美如精灵，与马瑞的第11次直播即将上演。这对人间相声组合从2016年合作至今，每次都能整出新花样。去年依据质地像演技一样丝滑，让观看人数飙到200万。明天还有暗藏玄机的隐藏版礼盒福利。今天一大早刷到赵丽颖工作室发的花絮图，我直接从床上弹起来。粉发颖宝美的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精灵，这已经是她今年第3次因为造型上热搜了。但最让我兴奋的不是新发色，而是明天她和马瑞老师的第11次直播合作。这俩人的默契程度，简直比我家 WiFi 信号还稳定。先说说明天这场云南白药牙膏的直播吧。5月8日晚上7点，品牌方在官微连发3条预告，光是隐藏版礼盒这词儿就看得人心里痒痒。评论区已经炸锅了，有网友翻出去年马瑞在直播里调侃赵丽颖牙口比演技还好的片段，说这俩活宝凑一块就是人间相声组合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们从2016年首次合作到现在，硬是把商业直播完成了连续剧。记得2023年那次直播，马瑞临时起意让赵丽颖现场教学微笑刷牙法，结果直接冲上热搜 Top 3，这谁能想到？说到他俩的合作史，那可真是娱乐圈的有益教科书。有粉丝统计过，光是近3年他们就合作了7场直播，从美妆到家电再到日化品，每次都能整出新花样。最绝的是去年双11，马瑞在介绍赵丽颖代言的某款面霜时，突然来句这质地跟我姐的演技一样丝滑，直接把在线观看人数从80万干到200万。现在想想，品牌方真是捡到宝了，既能卖货又能立人设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不过最让我期待的还是明天直播的新造型。根据粉丝在片场偷拍的花絮，赵丽颖这次尝试了粉紫尖变短发，发尾还挑染了香槟金。有造型师分析说，这种发色特别挑肤色，但颖宝的冷白皮完全 hold 得住，反而衬得眼睛更亮了。更绝的是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她耳后贴着创可贴，猜测可能是为了拍打戏受的伤。这敬业精神又让粉丝集体破防。说到敬业，就不得不提他即将在人间里挑战的7重人格角色。这部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悬疑短剧，光剧本就打磨了2年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赵丽颖为了找角色感觉，专门去心理诊所观察患者，甚至把不同人格的微表情画成小卡片随身揣着。这种较真劲儿，难怪冯小刚导演说他是最会啃硬骨头的演员。想想看，能在一部剧里体验7种人生，这得多大的勇气和天赋。再聊聊他跟马瑞的革命友谊。有次直播后台流出的花絮显示，马瑞每次来录节目都要带3样东西：保温杯、润喉糖和赵丽颖爱吃的抹茶蛋糕。有次赵丽颖胃疼，马瑞愣是把原定的2小时直播延长到4小时，就为让他坐着休息。这种细水长流的感情，在娱乐圈真不多见了。难怪粉丝都说，看他们直播就像看老友记，比追剧还有趣。不过要说最让人佩服的，还得是赵丽颖的转型魄力。从风吹半夏里的女企业家到向阳、花里行满释放的单身母亲，她最近半年接的角色一个比一个颠覆。特别是向阳、花里那个为给孩子治病铤而走险的母亲，光是预告片里那句带着河南口音的日子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就把观众看得眼泪汪汪。有影评人评价说，他把那种绝望里透着希望的劲儿演得跟真事儿似的。当然，咱们也不能光看热闹。作为观众，其实更关心这些作品什么时候能跟上。好在向阳、花定档4月4日，虽然现在还没上映，但点映场已经炸出不少好评。有观众说看到赵丽颖在超市偷听别人议论女儿病情那段，
手里的爆米花都吓掉了。这演技，妥妥的奥斯卡欠他个小金人。更绝的是，他在片里全程素颜，严厉的血丝和凌乱的发丝，看得人心里直揪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他跟冯小刚导演的缘分。从《芳华》里的文工团姑娘到《向阳花》里的单亲妈妈，两人合作3次，每次都有突破。冯导私下里说，拍哭戏时赵丽颖从来不用眼药水，都是真哭。她哭起来那种层次感，比专业演员还细腻。这话听着就让人期待值拉满。不过最让我心痒痒的还是她接下来的计划。有消息说，在《人间》的拍摄现场，赵丽颖为了体验多重人格切换，专门研究了心理学书籍，还跟专业演员学微表情。剧组人员透露，她经常凌晨3点还在和导演讨论角色细节，这种拼命三娘的劲儿，难怪能拿飞天视后。想想看，能在一部剧里同时驾驭7种人格，这得下多少苦功夫。最后说回明天的直播，虽然只是品牌活动，但以他俩的默契程度，绝对能整出不少惊喜。有粉丝扒出马瑞最近在误补赵丽颖新剧，估计是想在直播里玩点梗中梗。更绝的是，云南白药这次准备的隐藏版礼盒，听说暗藏玄机。礼盒里除了常规产品，还有赵丽颖手写明信片和限量版周边，这波福利够粉丝们狂欢到天亮。看着工作室发的花絮图，我突然想起3年前那个在片场啃冷馒头的姑娘。如今她已是手握飞天奖的视后，但依然保持着那份纯粹的热爱。就像她在采访里说的，演员就像钻石，要经过无数次的打磨才能发光。而我们何其有幸，能见证这颗钻石绽放的每一个瞬间。赵丽颖与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，再次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和期待。此次直播中，她以粉色短发的造型亮相，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格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赵丽颖在直播中分享了自己的心情，表示换个发色换个心情，展现了她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自我的不断探索。她与搭档之间的默契配合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合作精神。粉丝们纷纷表示，这样的赵丽颖既熟悉又新鲜，期待她在未来带来更多惊喜。赵丽颖的粉色短发造型不仅展现了她对时尚的敏锐触觉，也体现了她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勇气。这种造型的改变，可能是她对自身形象的一次重新定义，也是她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的体现。她在直播中坦言，染发是为了换个心情，这句话简单却充满力量，反映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状态的关注。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，也激励着粉丝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，勇敢地做出改变。王一博生日变主场日，日本影院重映抗战片，官媒齐送热情赞誉。日本人破天荒为王一博庆生，重映抗日电影《无名》。这部票房破9亿的谍战大片，让日本观众抛开历史芥蒂，只为追星。中国顶流如何征服海外？从影院爆满到赛车圈爆火，王一博正用另类方式抗日。火9县，日本人居然为了给中国男星庆生，竟然在日本重放抗日电影。最近网络上热传一个劲爆消息，日本人竟然为了王一博庆生，决定在日本重放他主演的抗日影片《无名》。这事情真是抓马，让人不禁想到赵本山小品里的经典那句：“这世道太离谱，老鼠都能当猫的伴娘。”那这么说吧，事情的经过其实蛮曲折的，得从头说起。这一切还得从《无名》这部电影说起。2023年，历史悬疑影片《无名》正式上映，主演阵容可谓相当豪华，梁朝伟、王一博、周迅、王传君等人纷纷加盟。影片主要描绘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孤岛上海，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地下工作者如何在重庆、汪伪政权和日本间谍机构之间周旋的故事。在隐秘的战线上，他们通过复杂的情报网络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，守护家庭与国家的传奇故事。
电影一上映，票房立马破了9.31亿，真是个惊人的成绩。不仅如此，还收获了不少奖项，比如2022微博之夜微博年度品质电影奖，以及在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拿了好多个奖项。照理说，抗日题材的电影对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，确实有点敏感。毕竟那段历史是他们当年犯下的错，给咱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少苦难。不过日本人似乎对这部电影的情节没啥兴趣，反而专注在一个人身上，就是王一博。为了庆祝王一博28岁的生日，官方决定从8月1日起再次进行1周的限定放映。咱们的官方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在得知这个消息时，也忍不住给王一博转发了一下。你说这日本人主动宣传抗日这种好事可不常见啊，真是让人感慨。咱们的官媒真是热闹，没事更喜欢捧场。在文章里，对这部电影和抗日英雄王一博简直是赞不绝口。其实这部电影在日本并不是第一次上映，早在去年就已经放映过一回了。2024年5月3日，《无名》在日本上映。起初大家觉得这部电影题材有些特殊，反响可能不会太好，没想到它一上线就满座，之后还持续热映，票房表现相当不错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背后其实跟王一博有很大关系。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娱乐圈可是红透半边天，靠着帅气的外形、扎实的唱跳实力，还有他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演出，圈了不少粉丝。不过，王一博在国内可没少遭网友们的吐槽。有些人发现他在节目上竟然连最简单的字都写不出来，还被央视直接点名嘲讽为绝望的文盲，真是让人咋舌。他的演技确实让人不太满意，很多观众看了之后都忍不住开始吐槽。正因为如此，王一博的电影《无名》一上映，很多观众就开始把他一些镜头剪成鬼畜视频，特别是他在片中抽烟的那段。和这相对的，他在日本却超级受欢迎，那里的粉丝甚至不太关心他的演技，只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。日本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热爱，说明优秀的文化作品确实能跨越国界，打破一些老旧的隔阂。电影虽然提到了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，不过日本观众并没有因此而反感，反而被剧情和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深深吸引。这算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胜利，而王一博的表现也算是另类的抗日了。王一博在日本的热度真是杠杠的。前2年他去那边宣传电影的时候，活动现场简直是人山人海，粉丝们从各个方向赶来，早早就在外面排起了长龙，只为能近距离一瞧王一博的风采。现场的粉丝们纷纷举起自己精心制作的应援牌，上面不仅有王一博的名字，还有他的照片和各种暖心的话。还有些粉丝手里拿着他的签名海报、写真集等周边商品，脸上满是激动和期待的神情，简直乐开了花。根据现场的媒体报道，这次活动的门票一开售就被粉丝们一扫而空，很多没能抢到票的朋友只能在活动外徘徊，心里满是期待，盼望能从人群中远远瞅一眼自己的偶像。活动结束后，粉丝们依旧舍不得走，他们围在活动现场周边，热烈地聊着刚刚见到王一博的心情，互相分享着拍的照片和视频。真心可见，王一博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真是不容小觑。在日本的街头，王一博的身影到处可见，比如大型商场的广告牌上挂着他的海报，音像店的窗户里陈列着他的音乐专辑和影视作品，还有一些地铁站和公交站都贴着他的宣传海报。当然，王一博的影响力可不仅限于此，他真的是八面玲珑，什么都能做。今年4月份，日本富士电视台发现，王一博凭借超高的人气，迅速让赛车圈热了起来。欧洲汽车运动更是拿出了真实的数据，由于王一博的影响力，中国 GT3 赛事在海外的直播观看量竟然比去年增长了370%。
不仅如此，欧洲车队对中国市场的合作也是越来越热情。这可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，背后其实反映出王一博为中国赛车运动在国际上开辟了新天地。曾经不被重视的赛车文化，突然间就被推到了大家面前，热度一下子暴涨。这还没完呢，去年有网友运气不错，碰见王一博在海拔4000多米的雅拉冰川攀冰，他完全不怕，像只机灵又坚韧的藏羚羊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爬。他前面的老师在耐心地讲授攀冰的技巧，他则专注地倾听，手里的冰镐一下一下地凿入冰川，双脚牢牢地踩在冰上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劲儿，真是精神抖擞。之前他参与拍摄了一部关于保护穿山甲的纪录片，完全没摆明星的架子，跟着研究人员一起爬山，深入到穿山甲的栖息地，和他们肩并肩的工作。在山林里，他认真地看看穿山甲的生活习惯，力求为保护这些珍贵动物出一份力。而且他还体验过在悬崖上过夜、高山滑雪、海底潜水，以及穿越那些环境严酷的雨林。尽管被蚂蟥咬得厉害，身体疲惫到极点，甚至快没力气了，他还是咬紧牙关，背着20斤的重物，花了4个小时渡过了野河。王一博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魅力，成功吸引了国内外粉丝的青睐，成为了中国娱乐圈在海外的一张耀眼名片。王一博，这位95后青年偶像，从出道之初就以低调踏实、努力进取的姿态在娱乐圈中稳步前行。多年来，他不仅在演艺、音乐、综艺、体育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多期发展，更以自身影响力不断向主流价值靠拢，成为当之无愧的优质青年代表。而就在他最近的生日这天，这位顶流偶像竟点燃了跨国热潮。日本影院罕见重映中国抗战题材影片，官方媒体集中发文力挺，一时间，王一博的生日仿佛成了全民关注的主场日。表面上看，这或许只是粉丝应援的一种形式，但背后所释放出的文化力量、公众认同乃至国际层面的影响，却不容小觑。抗战题材电影在日本院线重映，这在历史背景与现实舆论中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。此次在王一博生日当日偶然安排的放映，引发网友广泛讨论。有人指出，这正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，用年轻一代偶像的影响力，让更多人关注历史、反思现实，激发情感共鸣。这种现象不仅是粉丝文化对主流叙事的正向介入，更是当代青年偶像向文化深度迈进的写照。在社交平台上，王一博生日日本影院重映抗战片等话题快速登上热搜，引发了海量转发和评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央视网、人民网、共青团中央等多家主流媒体也先后发声，对王一博近年来在文艺创作、青年文化引领等方面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，王一博不仅是粉丝心中的爱豆，更是国家文化输出与社会价值传播的一股清流。王一博在2023年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，2024年参演的《追风者》，以及多次为主旋律节目现身，都让他在主流舆论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。不同于许多流量明星以热搜、绯闻维系热度的模式，王一博选择以作品说话，以行动表达，以责任引领。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，喜欢一个人是一时的，尊重一个人是一辈子的。这句话或许正是他身上最真实的写照，将舞台上的光芒延展为现实中的担当。这场生日现象的背后，也映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，当代中国年轻偶像的主流化转型趋势愈发明显。过去，偶像与主流话语系统之间似乎总有一道隐形屏障，而如今，像王一博这样的青年艺人，正用实力、态度与影响力，逐步打破界限，完成从流量到榜样的跨越。主流媒体的高度肯定，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的释放信号。与此同时，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也在成长、变化与升华。从最初的打榜控评，
到如今投身公益，传播正能量，支持文化事业，他们正在以更加